阿富汗乱局中，美军仓皇撤离，喀布尔机场陷入混乱。而中国卫星如何锁定逃离的美军？为何中国卫星能屡屡针对美军表现出彩？中国卫星实力又有多强？近日，国际媒体一大焦点莫过于阿富汗了。在美军宣布撤军后，塔利班武装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阿富汗政府军，整个阿富汗局势一泻千里。8月15号，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而这一天最繁忙的地方莫过于喀布尔国际机场了。在塔利班进入首都之时，数以万计的阿富汗民众涌入喀布尔国际机场，希望搭上美军军机逃走，现场也陷入极度混乱，美军甚至开枪维持秩序，并造成人员伤亡。同时，视频记录下美军 C-17运输机在起飞时，有8在飞机起落架的阿富汗人从高空摔下的场景，震惊全球。种种迹象表明，美军对于撤离计划准备十分不周到，属于计划赶不上变化，仓促撤离。这也是美国没有预料到阿富汗政府竟能如此快崩溃的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卫星公司通过卫星图还原了现场的混乱情况，像美国 Maxar 卫星公司就发布了一组高清卫星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出当地人拥堵在机场附近乃至飞机跑道上，现场完全失序。紧接着，中国长光卫星公司也公布了由中国卫星拍摄的喀布尔机场撤离画面，并且还是以动态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在画面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卫星锁定了2架正在降落的直升机与1架起飞的运输机，当时这几架军机可都是运动状态。中国卫星不光展示了这些军机起降场景，同时还用箭头与圆标标注了运动中的美军军机。视频画面也是跟着这些军机运动轨迹移动，这说明这些军机全程遭到了中国卫星锁定。而通过新闻，我们也能得知，当时美军派出直升机撤出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同时，美军运输机协助当地驻守的美军士兵撤离。有网络评论指出，幸好美国人面对的是塔利班，如果他们以中国解放军为敌，光从视频就可以知道美军的军机是被锁定的，根本不可能逃得掉。而且此次直播美军机撤离动态的中国卫星还不是军用侦察卫星，而是用于民用的吉林1号遥感卫星。提起吉林1号卫星，恐怕很多人并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这颗卫星屡屡以直播美军动态而上热搜。美国人经常指认吉林1号就是中国的间谍卫星，毕竟其表现过于出彩。吉林1号首次引发国际热议，是在数年前，这颗卫星拍摄了美国的一处军港，军港内美军军舰清晰可见，并且一艘刚回港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被动态展示出来。不久之后，吉林1号又拍到美军一架 P-8反潜机的起飞画面，同样是以动态直播形式展示的。或许有人觉得美国的军港与机场是固定的，偶尔拍到这些画面不足为奇。然而在2020年9月的一段视频，完全是让美国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在那段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个俯视角记录了一架战斗机穿过云层与城市上空进行飞行，而这架飞机的机翼与水平尾翼都与 F-22很相似，疑似就是一架 F-22战斗机。要知道，这可是美国最厉害的隐身战斗机，号称能逃过雷达的追踪，如今却被一颗卫星给锁定了。在视频上传后，上传者表示，拍摄到这幅画面的正是中国的吉林1号卫星。随后，长光卫星公司也在社交媒体上予以肯定。实际上，吉林1号卫星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对中国农林业资源进行监测与分析，同时在测绘土地、城市建设、交通规划、防灾减灾、矿业开发等多个方面都发挥着很大的用途。不过，吉林1号却总是拍到美军的军事动态，而使其名声大噪。之所以吉林1号屡次成为焦点，关键在于其拥有出色的光学技术。作为光学遥感卫星，吉林1号分辨率达到0.5到1米级，清晰度不输全球顶级监控卫星。更厉害的是，吉林1号还拥有实时视频成像功能，从卫星拍摄的动态画面传输到地面，延迟最多不超过15分钟。此外，如今至少有60颗吉林1号卫星在轨运行，这意味着吉林1号探访地球任意一点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根据长光卫星公司的计划，2030年在轨的吉林1号卫星将达到138颗，这意味着这颗卫星访问地球上任意一点的间隔在10分钟以内。另外，由于中国频繁发射卫星，
以及中国卫星的表现过于活跃。美国方面为了渲染中国太空威胁，指出中国正在打造一个天基卫星星座系统。根据美国人的理论，中国通过大量的侦察卫星构建天基卫星系统，并将其用于导弹预警系统。中国的侦察卫星系统以西太平洋上空为中心，覆盖区域东到中途岛屿附近海域，南到南极洲，西到东非，北到北冰洋。这些卫星的作用就是进行全球性弹道导弹的监测，从而能第一时间判断弹道导弹发射时间，从而锁定他国弹道导弹基地。有意思的是，美国人对中国天基卫星星座系统的描述，基本上是在照搬自己的计划。在不久前，美国开展了一个名为天基红外系统卫星的项目。按照该计划，美国希望依托 NASA 在新型卫星上部署一种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叫做高超音速和弹道跟踪空间传感器。顾名思义，就是为预防高超音速导弹与弹道导弹所构建的太空防御机构。随着中俄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传统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很难防御，这不禁让美国人表示担忧，而天基红外系统卫星项目也由此而来。美国人认为他们需要更广的视野来预防这些导弹。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正在评估有关空间传感器架构的9项方案，国会也已经拨款7300万美元。美机构计划在提交的9项方案中选出3项进入计划的下一阶段，而选拔过程将持续6到9个月。为了准确及时阻击导弹，美国人也想在卫星上安装激光武器，让激光能第一时间摧毁导弹。不过，此前有专家指出，美国的天基红外系统卫星仍然面临着2个难题：一是所安装的激光武器能否有足够威力摧毁来袭的导弹，因为现阶段人类对这种战略级的激光武器发展仍然不充分；而另一个难题就是高超音速导弹不仅速度快，飞行路线也变化多端，而传感器要是稍有延迟，将导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对于美国的这套防御系统能否真的抵御袭来的导弹，仍然备受质疑。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卫星技术发展的警惕。毕竟，现在的中国北斗正在导航卫星领域挑战美国的 GPS， 而吉林1号又频频拿美军作为演示，想低调都不行。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本国的卫星乃至太空事业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今大国之间的竞争将会在太空中展现，所谓落后就要挨打，中国需要在多个空间形成对美国的挑战，才能确保自己不会陷入到像阿富汗这样的境地。